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聚焦一则引发广泛关注的消息，那就是中国20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经传被带走调查。这一事件呢，可能预示着中共军方高层再度迎来震荡，甚至呢，还有可能引发台海的局势震荡。3月13号呢，旅居美国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呢，在社交平台 X 上爆料称，何卫东于3月11号中共两会结束以后，在返回8·1大楼时呢，被当场带走。目前呢，他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遭到搜查，形势呢极为紧张。赵兰健表示，何卫东长期以来是习近平军中核心圈子的重要的成员，曾经任东部战区的司令，直接负责台海的事务。他在党内军的影响极大。此番的突发事件呢，预示着中共军方可能会再度迎来高层震荡。然而呢，随后便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海外社交平台媒体 X 账号呢 @edwinhchang 的发文称，并非是何卫东被抓，而是何卫东在东部战区调研时呢，带走中共东海战区的副司令员、东部战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中将王仲才。2个警卫呢，搬下王仲才警卫的枪，因此呢，何卫东被抓的传闻有可能是抓捕王仲才的误传。@edwinhchang 的自我简介显示呢，他本名叫做尹科，曾经任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助理。2018年呢，流亡到澳洲。针对有人质疑是假消息呢，赵兰健在贴文下方回应说呢，必须是真的。我在过去差不多有10次的独家最领先的消息呢，都在几天之后才被新闻跟进和证实的。那么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则表示呢，他无法判断该消息的真假，但是从逻辑上推测呢，似乎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何卫东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了。蔡胜坤在他的自媒体频道上说呢，何卫东与日前被查的苗华都是出身于31军，而且呢，2个人多次共事，可谓是渊源深厚。例如呢，何卫东曾任军长，苗华呢则担任政委，并且2人在31军驻扎在福建期间呢，与习近平建立了联系，成为习在军中最信任的嫡系的部队。何卫东与苗华不仅是战友，更是习近平掌控军权的核心的人物。然而呢，自去年11月苗华被调查以来呢，苗华提拔的将领遭遇大规模的清洗，包括中国海军2任政委秦生祥、袁华志，军纪委副书记陈国强，陆军政委秦树桐等人相继出事了。那么这些人都是苗华一手提拔起来的，并且呢，多数人都是何卫东的亲信。而如今呢，仅剩何卫东在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上孤军奋战。蔡胜坤认为呢，苗华与其亲信的倒台对何卫东的压力是肉眼可见的。然而呢，他不仅会动摇何卫东的地位，更让习近平的军权岌岌可危。那么如果何卫东出事呢，则说明习近平在军中恐怕是大势已去了。蔡胜坤并比较了出席两会的军官，他表示呢，张耀侠的亲信李乔民在本次两会上公开露面了。而当初的2024年12月23号呢，李乔民与中共原陆军政委秦树桐、海军政委袁华志、武警司令员王春宁一起缺席中共陆军政治委员陈辉的晋升上将仪式。此迹象显示呢，李乔民会已经安全着陆了，而另外3位呢，都是苗华提拔的，则是凶多吉少。蔡胜坤认为呢，这释放出了不同寻常的信号，凸显张耀侠势力的抬头。在外界呢疯传张耀侠正在主导军队并支持改革派上位的消息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何卫东真的被查了呢，那就是证明了习近平在军队中可能面临着重大挑战。那么一旦出现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格局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则表示，何卫东是否被抓很快就可以得到验证了，因为中共最近呢又开始一场政治运动，所有的人都要出来表态，那其中呢也包括何卫东。如果何卫东不出来表态的话呢，那出事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对于赵兰健的最新爆料呢，美玲则认为呢，从过去2年的情况来看呢，很多最初看似难以置信的爆料呢，最终都被证实了。这次消息呢，或许也不是例外。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23年的几次的重大事件。2023年7月呢，前海军司令部中校、旅居美国的姚成率先爆料，指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在办公室开会时被带走了，称其儿子在美国留学，可能涉及到出卖军方的情报。随后呢，李玉超被免职，爆料得到印证。紧接着2023年的9月，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在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以后呢，便消失了。蔡胜坤呢，首先在 X 平台上发声，指出李尚福因贪腐和严重的违纪被查。果然呢，到了10月份，官方正式宣布李尚福落马。而且不仅如此，2023年9月中旬，赵兰健又独家披露多位中共军工系统的高层落马，其中包括中国兵工集团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书记谭瑞松。这些人呢，随后被逐一证实落马，印证了赵兰健爆料的准确性。这背后呢，也揭示了中共军队和军工系统高层内部的严重的斗争，甚至呢，还可能涉及到派系的重组。进入到2024年，这场权斗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是越演越烈。2024年的11月11号，蔡胜坤、姚成再一次在 X 平台披露，中共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带走调查。赵兰健进一步透露，北京红二代圈子里传的可是沸沸扬扬，说苗华是戴着头套被士兵押走的，小区里有很多人都目击了这一幕。到了11月28号，中共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最终证实呢，苗华因涉嫌严重的违纪被停止检查。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媒体上报在2024年的2月曾经刊文，称苗华是军中第一辅、大司麦官，文章还点出了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董军的靠山，似乎是早已经预示了苗华最终是难逃一劫。但是呢，这场整肃是否会进一步波及董军，外界也在持续的关注。赵兰健还指出呢，中共军队内部对习近平的不满早已是暗流涌动，特别是一些红二代和有见识的军官，对国家陷入困境、经济下滑、国际孤立的局面极为不满，认为习近平的政策让国家走入死胡同，军中一直都有很多人有谋反之意。赵兰健表示，他们在推动整个派系重新洗牌。在中共军队和军工系统高层震荡之际，今年的3月，中共当局还紧急推出了《网际网络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严禁制作、复制、发布涉及军事机密、国防科技机密以及未公开的信息。外界呢普遍认为，这正是中共试图封锁内斗的消息的进一步的举措。然而呢，即便是如此，军方内斗的消息呢，仍然是不断传到海外。这就说明中共体制内仍有不少良心人士冒险向外界传递真相。赵兰健认为呢，这些人是体制内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不愿意看到国家继续沉沦，期盼着光复中华。哪怕中共再怎么封锁消息，真相终究还是会传出来的。那么与中共严密封锁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动态则是公开透明。美国前总统川普、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的争执，全球观众可以实时看到，体现了美国制度的开放与自信。而中共呢，则是恰恰相反，封锁的越紧，反而更让全世界看到他的虚弱和不安。或许呢，正如赵兰健所言，也许就在2025年的某一天，习近平突然间倒台，共产党崩溃，中国将迎来真正的变天时刻。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现实，但是又让人非常心痛的中国经济话题。你可以想象吗？曾经在中国县城花40万买的房子，现在20万都卖不出去了。那么更夸张的是，6.8万就能买下一套原本价值30多万的房子，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那些当年曾经踊跃进场的购房者，如今却被困住了楼市的泥潭里，价格呢一降再降，最终还是没有人接手。回想2015年前后，县城房价一路狂飙，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拿着棚改拆迁补偿款扎堆的买房，房产中介门庭若市，开盘就售罄。可是谁能想到，如今县城楼市仿佛是一夜入冬，空置房越来越多，接盘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县城本来就业机会就很少，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留下的多是年迈的老人和一栋栋空置的房子。房价再便宜都没人买，那也白搭，市场没有刚需支撑，房子根本就卖不出去。以前呢，结婚必须买房，父母催，年轻人买，可现在结婚率逐年下降，很多年轻人跑去大城市发展，县城婚房彻底失去了市场。那还有学区房呢，以前县城重点小学很抢手，学区房呢水涨船高，现在呢优质师资流失，家长宁愿去市里租房，也不愿意买县城的学区房了。最惨的恐怕就是当年指望房地产升值赚钱的投资客了。有人花98万买了学区房，想着几年以后至少能赚个20万，结果呢，市场价格跌到了65万，想卖呢还找不到买家，房子不仅不保值，还成了负资产，就算大幅降价也是没人接盘。现在呢，连房产中介都撑不住了，以前客户求着他们买房，开盘秒光，现在呢，天天发广告打电话，依旧是没有人理。就算有人来看房，看了3、4次，谈好了价格，最后也可能因为工作调动、生活变动，放弃购买。房子是越积越多，成交量呢却是越来越少了。很多中介呢都干不下去了，纷纷转行。中国县城房价一路狂跌，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那些当年的买房人成了最后的接盘侠。美林认为呢，县城房价暴跌根源就是中共集权体制造成的恶果。首先就是呢，中共长期掠夺地方财政，导致县城产业空心化，年轻人被迫涌向大城市打工，留下空房一片，人口外流成了房价崩盘的导火索。其次呢，由于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地方政府疯狂卖地，炒作房价来填补财政黑洞，结果透支了百姓的积蓄。如今呢，泡沫破裂，老百姓成了最后的牺牲品。那么更可悲的是，中共的教育、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县城资源匮乏，学区房、婚房失去了意义，连生活保障都成了问题。那么说到底呢，中共才是压垮中国县城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打破这个体制，县城的未来只会是越来越绝望。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是美玲，我们下期再见。